紫菱，紫色的铃铛吗？倒是取了一个与自身能力很贴切的名字。看来给他取名之人知道他是天赐神体，这至尊山庄不简单啊！竟然暗中培养着一位天赐神体，在这个丫头的面前，想必就连那江无伤也会有所不及吧。亲眼见识过紫菱实力的楚风，深深知道紫菱的强大。别看紫菱如今表面修为是玄武九重，但她的真正战力可是连楚风都是远远不及的。所以楚风觉得，恐怕就算手持骑兵，修为在天武一众的叶清明，都未必是这紫菱的对手。此时此刻，在这看台之上，齐聚九州年轻一代最顶尖的天才，但是人们却不知道，最强的天才却是那位美如天仙的紫衣少女紫菱。紫菱的美貌无疑惊艳了全场，之前还在那9位美女身上扫射的唐艺修4人，此刻一双双眼睛根本就舍不得在紫菱的身上离开，还不停地叨念着：世间竟有如此尤我，如此年龄已是如此迷人，若是日后长成，那还料的，能娶此女者，此生何求啊！别说他们，就连叶清明和徐仲宇也是被紫菱的美貌吸引了，尤其是极度自负的叶清明，此刻竟也在心中暗道：若问何女才能伴我左右，我答定非此女莫属。楚风，这可真是个难得的机会，你一定要在联姻大会博得此女的放心，将她搞到手，不然你将错过天大的机缘。淡淡笑嘻嘻地提醒道：什么？你别开玩笑了，这丫头多危险，你又不是不知道，何况她一定恨死我了。你让我去泡她，你这不是让我羊入虎口，自寻死路吗？楚风想都没想，便一口拒绝：你懂个屁啊！天赐神体乃是上天眷顾之人，与生俱来便具有常人所没有的能力，他们拥有的乃是天赐神力。这种神力若降临在男子身上还好，但若降临在女子身上，那么她未来的夫婿也会得到莫大的好处。淡淡提醒道：莫大的好处？什么好处？听到好处二字，楚风顿时来了兴趣，不由追问起来：只要你与他行了男女之事，剥夺了他的第一次，那么他独有的天赐神力也会被你吸收一部分，转化为你独有的力量。这种神力对于常人来说会在修武方面有极大的帮助，但若是对你来说的话，说不定能够让你领悟体内神类的力量。虽说如今你能凭借金色雷霆和蓝色雷霆的力量让你修为连破2重，但相信你也知道，那并非他们真正的力量，他们的力量你根本无法领悟，也自然无法为你所用。但若是你能与那紫菱行了男女之事，从他身上剥夺一部分天赐神力，说不定你就有机会领悟那神类的奥秘，就算无法领悟，也会让你的修为更进一步。淡淡详细的解释道：竟然还有这种事！这一刻，楚风也是狂喜无比，内心充满了期待，因为如淡淡所说，他从一开始就能感受到自己体内的神类蕴含着多么强大的力量，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恐怖力量，恐怖到了仿佛本就不该存在天地之间，可是他也只能感受得到，却根本无法控制那神类，更别说得到那神类的力量了。所以听过淡淡的话后，他顿时便改变了心意，哪怕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在刀山火海上走一遍。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将这紫菱泡到手，因为他不想错过能够得到神类力量的机会。紫菱的确吸引了全场男子的注意，无关年龄，不仅是年轻一代，就连老一辈的强者也都在笑眯眯的欣赏着这位美貌无双的少女。尤其是当至尊山庄庄主秦雷宣布这位紫菱竟然还是他的义女之后，人们对这少女则是更加重视起来。此时此刻，在这豪华的看台上，在这山峰之巅，这位叫做紫菱的少女无疑是最耀眼的一位。各位，联姻大会到了这一步，也是时候跟大家宣布联姻大会的联姻方式了。我至尊山庄举办这个联姻大会的出发点很简单，首先是想给我至尊山庄的这些优秀姑娘们找一个好的依靠，再者也是想借此广交天下好友，打开我至尊山庄在九州大陆的人脉。也许有人会问，如今参加联姻大会的男子足有近1000人，但姑娘却只有100人，这该怎么分？是要进行一场比武切磋吗？当然不是。虽说我秦雷也想为我至尊山庄的姑娘们找一个实力强横的夫婿，但却并不只限于现在的实力，我更看重的是未来的潜力。这也是我为何在初步考核的时候开设2座无极地宫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此刻在场的既有玄武境的人才，也有元武境的人才的原因。别看你们现在的实力差距巨大，但你们却具备同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修武方面都具备很好的天赋，在未来都会有很好的发展。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不用比武切磋来评选谁能抱得美人归，那么这联姻大会要怎么进行？其实这依然很简单，我将这个选择权交给了我的这100位姑娘，我至尊山庄会组织一次特殊的历练，在这个历练之中，我至尊山庄的100位姑娘也会参加，这也就为你们提供了近距离相处的机会。在共处的时间内，相信这100位姑娘在自己的心中会有一个满意的郎君，而在这场历练结束之后，100位姑娘便可以宣布自己满意的人是谁。那个时候，也是这联姻大会圆满结束的时候，至尊庄主秦雷高声地讲述道：原来是这样吗？让我们凭借自己的能力来吸引100位美女的注意，而不是单纯的用武力分高低，这个方法倒还算有趣。这一刻，人群开始骚动起来，很多人都表示赞同，因为秦雷的这一方法等于给了所有人一个机会，让我们与100位美女接触，用自身的实力来征服美女。抱得美人吗？要论英俊程度，在场之人有谁能比得过咱们兄弟4个？唐艺修自信满满，兄弟3个，那9位美女你们随便选，我只要那紫菱姑娘1人便可。宋清风说道。宋清风，你可真好意思，你也不问问咱们兄弟4个，现在谁还惦记着那9位美女？现在谁心里惦记着的不是紫菱姑娘？何况和那紫菱姑娘相比，那9个丫头还算美女吗？白云飞冷笑道：怎么，我听这意思，
云飞兄是想与我宋清风竞争一下不成？宋清风脸色一黑，竟然变了脸，吵什么吵？大家公平竞争即可。刘逍遥开口了，哼，竞争就竞争，谁怕谁？其余3位皆是冷哼一声。这4位的交谈皆用传音所说，所以其他人倒并未注意到他们谈些什么。而在宣布完联姻大会的联姻方式后，至尊庄主秦雷则是再次宣布道：“至于此次特殊历练的地点呢，就在万妖山。”此话一出，顿时掀起一片哗然，许多不明真相者都是大吃一惊。那万妖山是什么地方？可是禁地啊！至尊山庄不是一直明令禁止，不得任何人踏入万妖山的吗？今日怎么要主动进入万妖山了？对于旁人的不解，那些早就收到情报的人们，则在嘴角掀起一抹期待的笑容，因为真正的好戏终于要开始了。大家不必惊讶，既然是特殊历练，就总有特殊的地方。我秦雷为我至尊山庄的100位姑娘找夫婿，要求自然要严格一点。虽说修武天赋是必不可少的一点，但是一个人的勇气更是必不可少。至于勇气这东西，唯有在遇到真正危险的时候才能体现，而万妖山则是考验一个人勇气的最佳地方。当然，进入万妖山定然是有所危险，甚至会丧命在其中。所以我秦雷也不难为大家，如果哪位觉得自己在万妖山内无法自保的话，可以现在选择离开，我秦雷绝不拦着。这一刻，人群的骚乱更加严重了，人们都在议论纷纷，窃窃私语。可是当足足半个时辰过去了，却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原因很简单，到了这种时候，哪个人愿意轻易放弃？何况这个时候离开，就是告诉所有人，他自己觉得自己不行，不仅丢了自己的人，还给自己的势力抹了黑，日后回到势力中也难以抬头，所以自然没有人选择放弃。而对于这种情况，秦雷则是得意一笑，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眼下的局面正是他所预料的。看来我秦雷没看错人，在座的年轻人果然都是我九州大陆最出类拔萃的。这不仅仅是在修武天赋上，在勇气上也同样如此。既然如此，我就宣布一下此次历练的具体细节以及万妖山的情况。万妖山乃是妖兽的统治之地，其中妖兽数不胜数，个个修为强横，不容小窥。万妖山被划分为5个区域，5个区域分别由5位妖王掌控。这5位妖王不仅实力极强，且他们5位之间并无纠葛，反而极其要好。这也就是说，这5位妖王是一个团体，整座万妖山内的妖兽是团结一致的。再加上妖兽极其厌恶人类等原因，我将万妖山归类为是九州大陆最凶险的地方之一。这也是为何我至尊山庄将它视为禁地，禁止任何人踏入万妖山的原因。秦雷详细的解说道：“既然万妖山如此凶险，妖兽如此危险，若是我们进入其中被他们发现，那岂不是要惹得他们大怒？你就不怕他们报复吗？你这简直形同于玩火，星号星号。”就在这时，那坐在看台之上的江无伤却突然开口了。其实这是许多人想问的，但是敢这么问的也就只有他一个。你说的没错，如果被妖兽发现我们进入万妖山，以他们的手段一定会报复人类。但我之所以还要这样做，那就是近几年来万妖山的妖兽并不安分，万妖山外频频有人类惨遭不测，甚至有些村落还遭到屠杀。而经过调查发现，那犯下此等罪孽的正是万妖山的妖兽。万妖山早就向我们人类宣战了，我今日要做的不过就是反击，所以我不怕他们报复，因为我要的就是彻底开战，让万妖山的妖兽知道我们人类的强大，让他们日后能够安分一点。秦雷解释道：“但是你没有自信，所以才将我们拖下水，想借助我们的力量共同对付万妖山。”江无伤竟凌厉地质问起来。而这一刻，秦雷则是哈哈大笑起来，随后说道：“我就知道有人会这么想，我至尊山庄的确是想通过此次联姻大会，与在座的势力建立一座沟通的桥梁，但可并未想过借助各位的力量来攻打万妖山，因为我至尊山庄自身便拥有攻打万妖山的能力。”话罢，秦雷大袖一挥，随后20道身影从天而降，落在了秦雷的身后。这是20位老者，先前为紫菱抬脚的4位也在，他们都是至尊山庄的当家长老。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气息竟全部都是天武境的高手，居然有20位天武境的长老，这至尊山庄竟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这一刻，在场的许多人都是吃惊不已，就连楚风也是倍感意外，因为他能够感觉到那20位当家长老不仅仅全部都是天武境的高手，其中几位甚至已经踏入了天武2重，甚至3重。天武境不比其他境界，每一重都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使得有些人天资不凡，在中年之时便踏入了天武境，可是在余生之中却无法再进一步，在年迈之时也始终是天武1重。而至尊山庄的当家长老之中，竟然便有人踏入了天武2重，甚至3重。那么这位庄主究竟又是何种境界？至尊山庄究竟强大了什么程度？至尊山庄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有20位天武境的当家长老，再算上庄主的话，不就是有21位天武境高手吗？这一刻，各方势力的强者都是眉头紧皱，心中开始莫名的不安，哪怕那些来自其他各州的顶尖势力也是如此，因为从某些方面来说，至尊山庄展现出的实力已经超越了他们。眼下唯一还能保持淡定的，也唯有界灵公会和界氏族人这2座特殊的势力了。不是我看不起万妖山，但是我至尊山庄绝对拥有横扫他万妖山的能力。如今我至尊山庄的大军早已集结就绪，明日就会向万妖山发动攻势，让他们知道我人类的强大，让他们认识到自己还是龟缩在他们万妖山那1亩3分地为好。而联姻大会的历练也就此开始。诸位放心，虽然是一种考验勇气的历练，但我也不会让你们去冒不必要的风险。我们早已侦查好万妖山的地形，在万妖山内有2处地带，那里妖兽最少，实力也较弱，而你们的历练
也将在那2处地带进行。当然了，进入那里后，你们就全部要靠自己了。不过我奉劝你们，最好将你们见到的所有妖兽全部斩杀，否则他们一定会杀了你们。就算无法杀了你们，也会引来强大的妖兽将你们斩杀。历练为10日，10日之后，你们就可以离开万妖山。我至尊山庄会派人接你们回至尊山庄，而那个时候，相信我至尊山庄的百位姑娘心中也已有了满意的对象。而你们究竟谁能够博得百位姑娘的欢心，就看你们这10日内的表现了。秦雷再次开口，且底气十足，自信满满。而在见识了至尊山庄的实力后，也的确没有人再有什么质疑，都认可了这场特殊的历练。随后，在这山峰之巅召开了一张别开生面的舞会，各位佳丽在看台之上展示他们妖娆的身段以及优美的舞姿，看得人们兴致勃勃，欢呼不断，甚至有些无耻之人竟然被台上的美女弄得难以自控，躲到安静的角落，一边看着台上的美女，一边舞动自己的右手，偷偷地做起了下流之事。只不过那位紫菱姑娘却并没有参加这表演的环节，而是在秦雷宣布完历练的细节后，则在长老的护送下率先离开了。至于楚风嘛，对剩下的那些美女也没什么兴趣，而是专注地与顾博、徐仲宇等界灵公会的人痛饮起来。眼下他有意无意的已是结下了不少大敌。进入万妖山后，定然有人会对他下手，所以他唯一能依仗的也只有界灵公会的人了。在痛饮一番之后，夜色已深，因为明日就将前往万妖山的缘故，徐仲宇主张界灵公会的小辈还是早早回去休息，而楚风等人自然是响应号召，回到房间内。楚风先是沏了清茶，因为今日高兴，这时喝了不少，需要借此来解解酒力。在将茶沏好之后，楚风便手握茶杯来到了窗前，他一边饮茶一边眺望夜色，但实际上思绪却在整理脑海中记忆的地图。这幅地图是当初修罗鬼塔内那名神秘的妖兽曾给他看过的，而这地图记载的地形正是万妖山的地形。在万妖山的中心地带有着一座浩瀚的地下宫殿，而在那宫殿之中就有楚风需要的东西。只不过在这座地下宫殿外还有5处特殊的区域，如同堡垒一般将它守护。楚风不用想也知道那5处区域是什么，定是由5位妖王掌管的区域。所以这也就是说，5大妖王知道楚风想要得到的宝物是何物，甚至5大妖王与那修罗鬼塔内的神秘妖兽也有着特殊的关联。而当初那神秘妖兽并未告诉过楚风万妖山的危险，所以那神秘妖兽虽然告诉了楚风宝物的所在位置，但却也等于给了楚风一个考验。可就在这时，楚风眼前一花，一道紫色的流光如闪电一般自窗口跃入房间。不好！这一刻，楚风下意识的便感觉不妙，身形一纵，便想自窗口逃跑。可是只见楚风身形纵起，跃向窗口之际，只听的一声，便如同撞到了铜墙铁壁，被弹了回来，摔在了地上。蓝色结界，楚风被撞翻在地，抬头一看，发现在窗口上竟以蓝色结界之力覆盖了一层无形的结界，并且那结界已是封锁了整个房间。回头观望，果然如同楚风与预想的一样，一道倩影正站在自己的房间内。这是一位少女，身穿姿色长裙，面容美妙绝伦，正是今日惊艳整座山峰的少女紫菱。她竟然已经成为了蓝袍界灵师。楚风心中一动，想不到只是玄武9重的紫菱竟然已是位蓝袍界灵师。可是蓝色结界之力明明至少要天5境才能获得，她却凭借玄武9重的修为获得了蓝袍界灵师的力量，这实在有违常理。不过仔细想想，倒也能够接受，天5境才能获得蓝色结界之力乃是常理，但是很多人是可以打破常理的，比如楚风自己就曾打破过很多常理，连他都可以，又何况是天赐神体呢？原来是紫菱姑娘。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这大半夜的你闯入我的房间，莫非是要对我欲行不轨？楚风虽然吃惊紫菱的实力，但却也并未太过惊慌，而是站起身来，潇洒地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尘土，且对紫菱露出了一个和谐的微笑。可突然之间，紫菱娇躯一晃，竟鬼魅般的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与此同时，那洁白而光滑的玉手已是紧紧地掐在了楚风的脖子上。这一刻，楚风能够感觉到一层层强大的力量已是席卷进他的体内，封锁了他的全部动作。此刻的浑身无力，莫说反抗，根本连话都说不出来，只能看着紫菱将那绝美的脸颊一点一点地向自己靠近。最终，紫菱将嘴巴凑到了楚风的耳边，以一种极其冰冷的语气说道：“不要将我的事告诉任何人，否则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会将你碎尸万段。该死的丫头，竟敢这般威胁于你！”楚风将身体交由我来控制，看本女王这次不好好教训一下这该死的丫头。这一刻，淡淡怒了。楚风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淡淡的怒火。虽然这不是楚风第一次被人威胁，但是这一次，淡淡却格外的愤怒。不必，我自己可以应付。而楚风则是冷哼一声，随后那流淌在血液中的2种雷霆，竟如将要爆发的火山一般，开始沸腾。突然，楚风的体内如同爆炸了一般，一股狂暴的气息自其体内爆发开来。这种情况下，紫菱那掐住楚风脖颈的玉手顿时一颤，随后赶忙放开，并且向后倒退了数步。你的眼睛看着楚风那黄蓝交织的眼瞳，感受着楚风瞬息攀升到玄武5重的气息，紫菱那可人的小脸也是不由一变，她的眼中竟然浮现一抹忌惮之色。你果然很特殊，你并非天赐神体，但却拥有不输于天赐神体的力量。但现在的你绝非我的对手，因为这里是我的地盘，我若想杀你，你绝对逃不走。不过你也不用怕，我不会杀你，我只希望你能够保密，不要让人知道我特殊的体质。同时，我也会保证不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秘密，不让人知道你是一个怪胎。
掌握着古怪的能力。紫菱以一种极其柔和的语气说道：“四是在与楚风讨价还价，同时那水汪汪的大眼睛也是防备的盯着楚风。四是害怕楚风有什么举动，因为他真的摸不透楚风。虽然此刻楚风的双瞳很古怪，但是和当日楚风身体渗透出的黑色力量相比，还是相差很大。他知道楚风还并未动用真正的力量，而那个暗黑的力量，也正是他所忌惮的。楚风并没有理紫菱，而是先揉了揉自己的脖子，才瞥了紫菱一眼。你刚刚是故意试探我吧？若是我没能力反抗，你是不是就会直接动手杀了我？”听得此话，紫菱双瞳猛然一缩，并未回答楚风，而是径直地走向了窗口，这才回头说道：“记住我说的话，你若是敢将我的秘密说出去，相信我，你绝对会死得很惨。”话罢，紫菱意念一动，那覆盖这座房间的结界便瞬息消退，而只见她娇躯一纵，便如鬼魅一般的消失在了夜色之中。这丫头太危险了，我刚刚真的感受到了她的杀意。在紫菱离开后，楚风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若是紫菱真的动手，凭借现在的他，绝对不是紫菱的对手，哪怕借助淡淡的力量，也不会是他的对手。这丫头的确太可怕了。不过好在，紫菱似乎真的被楚风唬住了，至少他目前为止还不会对楚风下杀手。但是楚风最头疼的不是这个，他头疼的是，他可是想泡紫菱的，可是面对一个想杀掉自己灭口的女人，这要怎么泡？这实在是太难了。可是眼下，楚风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听天由命，顺其自然了。毕竟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万妖山内的神秘宝物。次日，楚风早早得便起床，跟随着至尊山庄的顶尖强者们，踏上了前往万妖山的征程。此行不仅是至尊山庄的庄主、楚风等参加联姻大会的1000余人，还有来自各方势力的代表人物。为了表示联姻的诚意，他们都主动要求帮助至尊山庄一同打击万妖山内的妖兽。虽然表面上看，这些势力的代表者大义凛然，很够意思，但是楚风以及至尊山庄的人都很清楚，他们之所以愿意淌这个浑水，实际上是为了万妖山内的宝藏。经过几日的赶路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秦州的境地万妖山。只不过此刻那茫茫山脉却早已不再安宁，许多地方都爆发了战火狼烟。至尊山庄事先凝聚好的战力，已经率先的向至尊山庄发动了攻势。而在看到万妖山的战火后，至尊山庄的庄主以及至尊山庄的当家长老，还有各方势力的强者，则第一时间加入了战场，掠入了那茫茫山脉之中，只留下2位当家长老负责楚风等人的历练。终于，楚风等人乘坐的白头雕降落在了万妖山外，这里相对安静了很多，并没有战火燃烧，但是还是能够在远处听到阵阵轰鸣，时不时的还传出一阵妖兽的怒吼，惊得那片天地一阵抖动。可想而知，远方的战况有多激烈。诸位，我至尊山庄已经向发动10万精英，对万妖山的妖兽进行打击。相信在庄主等人加入战场后，会取得更大的突破。万妖山的妖兽势必要为他们之前的恶行付出代价。不过，虽说如今的妖兽早已乱成了一锅粥，但是这万妖山内的妖兽可是有数百万之多，所以哪怕你们即将进入相对较为安全的区域，也千万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你们还是要面对那凶残暴力的妖兽，你们还是有可能会面临生死危机。还是庄主的那句话，奉劝你们在进入万妖山遇到妖兽之后，最好杀掉他们，不要留活口，否则遭殃的就是你们。至尊山庄的长老先是对楚风等人讲述了一下注意的事项，随后发给了他们人手一张地图。这地图与楚风脑海中的完全不同，相对于简单了许多，根本没有记载那地下宫殿的位置。不过在这地图之上却圈出了2片区域，那便是楚风等人需要生存10日的区域，而他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先到达那片区域，在10日之后才能返回。这就是他们所要经受的历练。因为安全区域为2处，所以楚风等人也要被分为2个队伍。不幸的是，楚风与叶清明、唐一修等人分到了一队，他们可都不喜欢楚风。庆幸的是，徐仲宇等界灵公会的人也同样与楚风在一起，只要有徐仲宇在，楚风也倒是多了一份安全感。虽然楚风早晚是要摆脱他们的，但至少在没有离开这个队伍之前，楚风还需要徐仲宇来压制界清明。当然了，除了徐仲宇和界清明外，还有一个不知是敌是友的人，那便是江无伤。这位来自江氏皇朝的天才狠怪，虽说当日在山峰之巅他是帮助了楚风，可是在来时的路上，楚风与他搭讪，他却是冷冰冰的，这让楚风这时有些摸不透。这个小鬼，这位长老能不能破例一下？我真的想去他们那边，我与白云飞他们是挚友，让我们在一起，对历练的帮助也会更大一些。此刻，唐一修正在纠缠至尊山庄的当家长老，因为紫菱并不在他们这队人之中，所以对紫菱有特殊想法的他强烈要求去紫菱所在的那个队伍。只不过他的请求却被当家长老无情的拒绝了，因为这是规定，若是所有人都要求和紫菱一个队伍，那这场历练海怎么进行？快看，那不是紫菱姑娘吗？哇，真的是她！难道说她要加入我们的队伍不成？可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有人惊呼起来，定目观望，只见紫菱真的在向他们所在的方向走来。见状，当家长老则是赶忙迎上前去，以一种颇为谦卑的态度，笑呵呵地问道：“紫菱小姐有什么事吗？”“嘘，长老，我想跟你要一个人。”紫菱的声音非常的甜美，尤其是当她细声细语地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听得让人沉醉。至于她脸上那绝美的笑容，更是看得在场之人神经一绷，胸口的心脏差点没跳出来。这不知紫菱小姐想要谁过去？这位当家长老听出了紫菱的话中之意，显得有些为难，但却也并未拒绝，而是好奇地问道。紫菱将手指向了楚风等人的方向。这一刻，在楚风周围的所有男子
都是不由心跳加快，呼吸变粗，甚至就连楚风身旁的徐仲宇以及楚风身后的谢清明也是怦然心动。紫菱亲自邀请一个人过去，这也就是说明紫菱是对那个人有意思。所有人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个输入，只不过相比于他人，楚风却是暗叫不好。那边可没有徐仲宇这样的人物关照他，若是被叫了过去，实在太过危险。毕竟先不说旁人，就连这紫菱也是对楚风有杀念的。紫菱姑娘，你说的是我吗？就在这时，一个站在楚风身前的男子不可置信又激动无比地站了出来。不是你，是你身后的。紫菱柳眉微皱，指向了男子身后的楚风。见状，楚风脸色微微一变，赶忙调转身形，躲到了顾博的身后。楚风说：“你呢？往哪躲？”可谁曾想，楚风这一躲不要紧，竟逼得紫菱直接呼喊出了他的名字。什么？楚风？这一下可坏了！几乎在场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皆将目光投向了楚风。女的眼中是诧异，男的眼中是妒忌，甚至有的人还表现出了赤裸裸的杀意。而最让楚风无语的是，将楚风满脸无奈地站在原地，那紫菱竟然快步地走入了人群，伸出洁白的玉手，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袖口，在众目睽睽之下，硬生生地将楚风拽了出来。紫菱拽着楚风来到那当家长老面前后，说了一句：“长老，就是他。”话罢，头也不回，便直接将楚风拽向了另一个队伍。看着楚风与紫菱那渐行渐远的背影，顾博与徐仲宇四目相对。哪怕他们与楚风关系不错，但是眼中也是不免有着些许妒忌。倒是徐仲宇先是然地笑了：“楚风兄弟倒是好肤浅。”而顾博也是紧着点头。说起来，他们倒也般配，只不过相比于顾博和徐仲宇，那些与楚风无关的人，可就只是单纯的嫉妒了。尤其像介清明和唐一修这样的人，那就更是气得双眼喷火，牙根直痒痒。自己的心上人竟然在自己的面前拽着自己，极为不爽，甚至仇视的人大步离去。这种感觉，这实让向来被美女围绕的他们尝到了一次心酸的痛楚。而至于那另一个队伍的男子们，可就更加愤怒了。尤其是白云飞、宋清风、刘逍遥等三位，气得脸色发白，那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寒光闪烁，恨不得将楚风活活掐死。本以为自己和紫菱分到一个队伍，追求紫菱的机会到来了，可是现在这是什么情况？莫非紫菱已经在心中选定了那个来自青州的毛头小子？只不过哪怕他们心中再不爽，但现在也只能忍受，因为此刻毕竟还有至尊山庄的当家长老在场。就在紫菱带着楚风靠近之后，一道身影则是快步地走了过去，是柳至尊。虽然柳至尊并非此次联姻大会的参赛者，但作为至尊山庄的第一弟子，他也参加了此次历练，并且与他人一样，在看到紫菱的举动后，他也同样极为不爽。此刻他拦在了楚风与紫菱的面前，笑眯眯地对紫菱说道：“紫菱师妹，这两个队伍的分配都是常老事先安排好的，你这样做似乎不太妥吧？”对于柳至尊的阻拦，紫菱甜甜一笑，随后道：“长老已经同意了，就不劳柳师兄费心了。”随后，紫菱也不理柳至尊，而是直接拽着楚风走进了人群。见状，柳至尊的眼中闪过一道寒光，只不过那目光却并非对紫菱，而是对着楚风。完了，这次是被这丫头坑死了。而身为戒灵师的楚风，自然能够感受到那一道杀机毕露的目光，此刻正凝聚在自己的身上，觉得自己这次是被紫菱给坑了，被紫菱推到了绝境，成为了所有男子的公敌。可是他又没有办法，面对这样一个小美女，他总不能拒绝吧？何况连当家长老都同意了，他又怎么拒绝？不过转念一想，楚风又觉得反正已经这样了，不如干脆借此机会接触一下紫菱。于是他袖袍一挥，挣脱了紫菱的玉手，随后竟探手一抓，竟将紫菱那白皙的玉手握在了手中，感受着自己的小手被紧紧地握住。紫菱则是面容一变，赶忙抽出了自己的手，并且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低声说道：“不要以为本姑娘是对你有什么想法，我只是怕你和别人在一起，自己管不好自己的嘴。”在经过紫菱抢拉楚风入伙这个小插曲之后，这场历练终于正式开始。两个队伍分路前行，在两位当家长老的引领下，向那所谓相对安全的区域行进。楚风所在的队伍，男子不到500人，女子只有50人。除了那位负责引路的当家长老和柳至尊之外，所有男子都是参加此次联姻大会的，所以这形成了一个局面，那就是狼多肉少，并且是狼很多肉很少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来自各方的青年才俊们开始使尽浑身解数来讨得各位美女天才们的欢心，尤其是紫菱，更是有无数男人想要靠近。只不过凡是靠近紫菱的人，都会被紫菱冷漠的呵斥离开，就连拿到至尊邀请函的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三人也不例外。对于这种情况，连当家长老都只能无奈摇头，却又不敢干涉。虽然紫菱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有违此次联姻大会，但是只要想到这姑娘特殊的身份，以及她身后那位强到如同怪物一般，连庄主都忌惮的爷爷后，当家长老却也只能干瞪眼。但凡事总有例外，楚风就是一个例外。别看紫菱拒其他男子于千里之外，但却将楚风拽在了身边，楚风想走都不行。最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在一番逃脱无果后，楚风竟然变得不规矩起来，不但开始和紫菱套近乎，还时不时的占紫菱一下便宜，这可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了。这不，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3个自认为是天之骄子的人物，就一同走到了楚风的身前，拦住了楚风与紫菱的去路，直指楚风，狠狠地提醒说道：“你小子，给我放老实点，紫菱姑娘岂是你能碰的？”此刻楚风正在跟紫菱谈心的楚风，顿时脸色一沉，本想开口咒骂，可还不待他开口，他身旁的紫菱竟然说话了：“我和楚风之间的事，无需你们插嘴，全都给我让开。”
再挡等姑娘的路，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紫菱声音甜美，却又霸气十足，仿佛她真的未将这三人放在眼中一般。我们这一刻，宋清风三人先是一愣，随后面容顿时变得铁青，不知该如何是好。本想替紫菱出头，谁曾想竟换来人家一顿臭骂。可是他们又实在没了说辞，最终只好在众目睽睽之下灰溜溜的溜走。这实是脸面丢尽，却又没有任何办法。还说你不是喜欢我，若不喜欢我，你又干嘛要帮我？楚风一笑，说话间便伸出罪恶之手，向紫菱那纤纤星号搂了过去。虽然不知道紫菱将自己留在他的身边，究竟只是想让楚风成为所有男子敌视的对象，还是真的想看住楚风，或者有其他想法。但是楚风却趁这个机会对紫菱发动了无赖战术，那就是死缠烂打，各种不要脸。楚风要做的就是让紫菱生气，不再死死地看着自己，唯有这样，楚风才有机会逃离这个队伍，因为这个队伍眼下已经不安全了。楚风真不知道，在当那位看家长老离开后，自己会陷入怎样的险境。先不说别人怎么样，就连这捉摸不透的紫菱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他必须尽快离开。而感觉楚风那伸过来的罪恶之手，紫菱小脸一变，赶忙闪躲开来，并且恶狠狠地盯着楚风道：“你最好不要自作多情，我只是不喜欢有人干扰我的事情，并非是帮你。解释，继续解释，最好解释的所有人都相信，反正我是不会信的。我心里很清楚，你不知何时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我，而且无法自拔，所以才以白痴的理由将我留在你的身边。”楚风大嘴一咧，一笑，一双眼睛更是光明正大、不知廉耻地盯向了紫菱。那傲人的双峰看到心动处，还不由得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无耻的人，若不是……哼！紫菱被楚风气得小脸通红，眼中甚至窜出丝丝怒火，甚至涌现出一抹杀气。不过那股杀气只是一闪而过，却又很快被他压制了下去。最终冷哼一声，便快步地向前走去。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能忍受我多久。而楚风则是得意一笑，追了过去。喂，丫头，别生气啊，要不我给你讲个笑话，逗你乐一乐。不听，那要不你给我讲一个，逗我乐一乐。闭嘴！不得不说，紫菱与楚风成为了这个队伍之中一道奇特的风景线。人们都觉得楚风是想癞蛤蟆吃天鹅肉，但是奈何这天鹅又让人捉摸不透。尽管对楚风表现出了不耐烦，但却又偏偏不让楚风离开自己身边，大有一种自己找罪受的感觉。面对那时不时对着楚风一顿呵斥的紫菱，许多人真的想走上前去将楚风从紫菱的身旁踢开。可是只要想想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三人的下场，他们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一念头。该死的，那个青州的毛头小子有什么好的，竟然能够博得紫菱姑娘的芳心。宋清风被气得咬牙切齿，泡妞无数的他想不到今天会输给了一个土里土气的毛头小子。谁知道那紫菱是怎么想的？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王八看绿豆，对眼了呗。白云飞撇了撇嘴，同样是满嘴的酸气。依我看啊，紫菱姑娘并非是喜欢那楚风，他们应该早就认识，可能他们之间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刘逍遥猜测道：“你们不懂就不要乱说，紫菱怎么会看上那样的货色？”可就在这时，一道极其冰冷的气息突然自三人身后传来，回头一看，竟然是柳至尊。此刻的柳至尊面容不善，眼带寒光，似是憋着一肚子的怒火。而最主要的是，他们三个竟然同时在柳至尊的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柳兄，其实不是我说，紫菱这样优秀的姑娘，真不应该让她参加这联谊大会，与其他人联姻。明明你们才是天生一对。见到柳至尊，宋清风殷勤地笑道：“没错，俗话说得好，肥水不流外人田。真不知道秦庄主是怎么想的，怎么能将紫菱这样的姑娘嫁给别人呢？”没错，紫菱姑娘本就应该和柳兄在一起嘛。与此同时，白云飞与刘逍遥也是在旁附和起来。哼，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还是管好你们自己吧。记住，不要再让我听到你们说紫菱半个不字，否则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然而柳至尊却根本不买他们的账，而是狠狠地瞪了三人一眼后，大袖一挥，夹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气，向队伍的最前方行去。而在柳至尊走远后，先前还满脸陪笑的宋清风脸色则是顿时阴沉下来，狠狠地道：“什么东西？等那位长老走后，就让他好看。没错，先把这柳至尊给收拾掉，再把那个楚风给宰掉，还有那个紫菱，咱们兄弟三个把他轮了，让他高傲。轮过之后，他想跟咱们都不要。”白云飞传音说道：“对，就这么做。反正这是在万妖山，到时候咱们可以把一切罪责都推给万妖山的妖兽，说是妖兽做的。”宋清风极力赞同，眼中满是恶毒。唉，清风兄、云飞兄，你们可千万别冲动，这柳至尊还是不得罪为好。可就在这时，刘逍遥却是传音劝道：“为何？难道咱们三个联手还不是他的对手？”宋清风与白云飞皆是表示不解。相信我，柳至尊深藏不露，他若真的动手，恐怕叶清明与徐仲宇也未必是他的对手。刘逍遥凝重地说道。而见二人似乎还有些疑虑，他又解释道：“我逍遥谷的一位前辈，前段时间曾到过至尊山庄，他亲眼见到柳至尊凭借一己之力击杀了2只天5境的妖兽。”那柳至尊听得此话，宋清风与白云飞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妖兽身体极其强横，寿命都比人类要久，与同等修为的人类相比，妖兽的实力则远在人类之上。柳至尊竟能够击杀2只天5境的妖兽，那已经说明他的实力有多强大。至少这种事情是他们三人所做不到的。莫说他们单独一人面对1只天5境的妖兽，哪怕他们三人面对1只，恐怕都不是对手，又何况是2只呢？在此之后，宋清风与白云飞等人
不得不放弃对付柳至尊的想法。但最让他们郁闷的，并非是不能对付柳至尊，而是有柳至尊在，他们就不能动紫菱了。紫菱这样的绝世美女，他们真的很想感受一下，那会是怎样的滋味？可是眼下竟要错失这个机会，这使让他们抱憾不已。万妖山很大，不行的话会很漫长，尤其是在场之人实力并不平衡，玄武境、元武境的都有，所以用了足足1日时间，他们才进入历练的区域。这一路上也遇到过不少妖兽，不过实力都并不强横，所以凡是出现在他们感应范围内的妖兽，都被在场的男子当做了展示自己实力的机会，争者强者杀掉妖兽。所以出现的妖兽可以说是不幸的，因为他们都死得很惨，被一群没有良知的男子们活活的给折磨致死，连一个完整的尸体都没有留下。这场历练虽说考验的是你们个人的勇气，但同时也是考验你们团体的作战能力，所以奉劝各位一定不要离开队伍，最好选出一位领导者，指挥你们统一行动。至于由谁来领导你们这个队伍，则由你们自己来做决定。10日时间，从现在开始计算，10日之后我会来这里接你们回去。至尊山庄的当家长老在做了一番最后的嘱咐之后便离开了，而他的离开也代表着这场所谓的历练将正式开始。而在当家长老走后，人们则是一阵窃窃私语，都在商讨着这位首领该由谁来当。就在这时，柳至尊走到人群中间，环顾四周，高声说道：“各位，现在开始历练已经正式开始。刚刚长老离开之前也说过，我们如今是一个整体，这就需要一位领导者，唯有正确的领导，才会让我们更好的在这片危险的土地生存。我柳至尊身为至尊山庄的第一弟子，对万妖山相对了解，也曾多次与妖兽打过交道，所以我就毛遂自荐来做这个领导者。不知各位可有异议？没有异议，我赞成由柳师兄来领导我们。我也赞成柳师兄，无论是修为还是才智，都是我等之中最优秀的人，也唯有他来领导我们最为合适。”柳至尊此话一出，至尊山庄的那些美女们便开始一一附和。而在他们都表示赞同后，还有谁能提出异议呢？先不说提出异议就等于得罪了那些美女，再者他们说的也没错，这个队伍之中也唯有柳至尊最适合领导他们，所以理所当然的，柳至尊就成为了人们的领导者。而柳至尊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因为天色已晚，加上一路劳顿，所以不再深入前行，而是停在原地安营扎寨休息一晚。不得不说，柳至尊也的确有些领导的才能。在决定安营扎寨之后，他便开始有序的分配工作，让借灵师布置感应结界以及防御结界，在这里形成一道无形的防御堡垒。楚风也表明了自己借灵师的身份，他并非是想展示自己特殊的能力，而是想借此机会布置一道有漏洞的结界，方便自己逃走。而又因为男女有别，所以男女居住的地方也是有着一段距离，可能是因为夜晚休息的确不方便，所以紫菱也没有再要求楚风非带在他的身边，只是在分开之时威胁了楚风一句：“管好自己的嘴。”对于这种情况，楚风暗自庆幸，他已下定决心，等到夜深人静之际，就偷偷离开此处。楚风师弟，楚风师弟在吗？可是夜色刚刚降临，一位声音甜美的美女便来到了楚风的帐篷前，以那柔和的声音呼唤起来。此刻，楚风正在自己休息的帐篷内盘坐修炼，突然之间的呼唤，使得楚风从修炼状态苏醒过来。虽然不知是谁，但既然呼唤自己，出于礼貌，楚风也自然要出去观看一番。而当楚风走出帐篷之后，才发现此刻在自己的帐篷前竟然站着一位美女。这位美女五官精致，身材极好，那双眼睛宛如核桃一般大，翘翘的睫毛下彰显着迷离的眼神，非常诱人。但要说此女最诱人的地方，绝对不是她那勾人的眼睛，而是她胸前那呼之欲出的2座山峰，那坚挺的模样。这时看得楚风心中一动，这位美女修为不低，乃是玄武9重，正是当人连白云飞等人都看中了的9位美女之一。楚风师弟，我叫夏月儿，自称为夏乐的丰满女子。先是妩媚一笑，随后客气地对楚风施以一礼，原来是夏师姐。不知道夏师姐这个时候来找楚风是有什么事吗？楚风也是客气的回礼：“楚风师弟，晚膳可否用过？”夏乐问道：“还没。”楚风环顾四周一眼，看到很多人的确正在吃晚饭，而他弄好帐篷后就一直在修炼，的确还没有吃过晚饭。说起来还真有一点饿了。刚刚好，我的晚膳刚刚做好，想请楚风师弟过去一同陪我共同用膳，尝尝我的手艺。夏乐温柔地邀请道：“这似乎不大好吧？”楚风有些犹豫，毕竟眼下男女的休息场地已经分开，他一个男的进入女子的休息区，难免会有些影响。天色刚黑，我的诸位姐妹还没有休息呢，有何不方便？楚风师弟，不会是害怕我对你怎么样吧？夏乐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难堪的神色。当然不是，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见状，楚风则是赶忙答应，毕竟人家一个女孩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邀请自己若真的是拒绝了，实在会让她下不来台。于是楚风便在夏乐的邀请下前往了女子休息的区域。真是该死，这小子哪来的狗屎运，竟然能让这样一位美女来邀请他去用膳，咱们在这苦逼的吃干粮，那人家却能去品尝美女烧的一桌好菜，真是人比人气死人。这至尊山庄的女子虽然长得够美，但也太没品位了，都他妈什么眼神，怎么都看中了楚风那个连毛都没长全的臭小子。看着楚风与夏乐离去的背影，有人妒忌，有人羡慕，尤其是自认不凡的宋清风3人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因为在勾搭紫菱不成后，他们也曾将目标转投向夏乐等美女，但是让他们想不到的是，虽然夏乐等人并未像紫菱那样直接拒绝，但却也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眼下自己中意的女孩
竟然再次上门来邀请楚风，这让他们如何能受得了？这实是窝了一肚子的火，却又没地方撒。与此同时，对楚风的恨意更加浓郁了几分。想不到夏师姐的手艺这么好，夏乐的帐篷可不像楚风那样粗制简陋，而是非常的精致，尤其是帐篷内部桌椅板凳应有尽有，哪里像是在野外露宿，俨然就是一个温馨的而舒适的房间。但是此时此刻的楚风可没有闲情雅致欣赏者房间的布置，他早就被一桌子好菜吊足了胃口，正在撸胳膊挽袖子，毫不客气的大吃特吃。楚风师弟喜欢就好，喜欢就多吃点。夏乐伴在楚风身旁，不断的为楚风斟酒加菜，服侍的非常到位。夏师姐，你这小小的酒壶都倒出3大碗酒了，怎么还有？楚风看着夏乐手中那不足1寸的酒壶，再看看自己手中那巨大的瓷碗，感到有些疑惑。楚风师弟，我这酒壶可是宝贝，具有与乾坤袋同样的效果。别看它只有掌心大小，但其中可是足足装了3大缸的酒，就算你连续喝上1个月，也绝对喝不完。夏乐笑着解释道：“竟有这样神奇的东西，夏师姐借我看一下。”身为戒灵师的楚风，对各种新奇的玩意都很有兴趣。得知这酒壶竟是件宝贝，便不由自主地从夏乐手中接过，仔细地端详起来。可是从外表来看，楚风却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于是他将精神力一出，投射到那酒壶之中，想来认真研究一番。可谁曾想，楚风的精神力刚刚与那酒壶碰撞，那酒壶竟然爆炸开来。与此同时，大片的酒水倾洒而来，在楚风猝不及防之下，洒满了楚风全身。楚风师弟，你没事吧？忘记提醒你了，这酒壶不能以精神力测值，否则就会爆裂。见状，夏乐赶忙为楚风擦拭身上的酒水，脸上布满了紧张之色以及愧疚之意。夏师姐，实在抱歉，我不知道这酒壶不能以精神力测值，不过你放心，我楚风一定会赔偿。无意之间将这酒壶弄坏，楚风感觉很不好意思。楚风师弟，你说什么呢？这不过是一个小玩意，根本就不值钱，哪里还要你赔？你看你这衣裳都湿透了，这样会着凉的。这样，我先出去一下，你赶紧先换一件衣裳，换好衣裳才好继续用膳。夏乐根本不关心自己的酒壶，反而很是担心楚风的身体。那好吧，见到这样的夏乐，楚风心中升起一抹暖意。他虽然对夏乐的美貌没有感觉，但是夏乐如此贴心的照顾，却让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于是楚风也不客气，在夏乐转身走出帐篷后，楚风便自己这被酒浸湿的衣服脱了下来。可就在这时，楚风所在的帐篷却突然掀飞开来，将赤裸着上半身的楚风暴露在了荒野之下。救命啊！快救救我！而就在这时，一道惊慌无比的呼喊也是在楚风的身后传来。回头一看，竟是夏乐。此刻夏乐那优美的长裙已是被撕成粉碎，大片的雪白肌肤露在了衣外，双手环于胸前，挡着胸前的雪白双峰，无比委屈的哭泣着。夏师姐，怎么了？见状，对夏乐有所好感的楚风赶忙跑上前去，紧张地询问起来。滚开！谁曾想，刚刚靠近，夏乐竟一把将楚风推开，随后自己也无力地瘫倒在地，直指楚风道：“楚风，你个畜生！我好心请你用膳，你竟在酒中下毒，想要趁机对我不轨，你还是人吗？男人啊，谁来救救我？”夏乐以那极其无力的声音大声地呼喊着。与此同时，附近的帐篷内的女子们早就跑了出来，就连紫菱也跑了出来，甚至于在另外一个区域的男子们也都是急速地跑了过来。看到这样一幕，皆是露出了愤怒的神情。而看着周围的情况，再看着夏乐的模样，楚风真是忍不住想大喊一句：“我操你妈！”因为他知道他上当了，中了夏乐的圈套。虽然不知道夏乐为何这般陷害自己，但他眼下的确成功了。夏师姐，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何要这般陷害于我？虽然知道大事不妙，但楚风也并未慌张，而是自乾坤袋内取出衣物套在自己的身上后，对夏乐质问起来：“夏师姐，你没事吧？夏师妹不要怕，有我们在呢，柳师兄马上就来。”与此同时，早就有至尊山庄的女子走上前去，为夏乐披上了衣服。很快的，柳至尊也跑了过来，他走到夏乐身旁，关心地询问道：“乐师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这一刻，夏乐先是无比委屈地放声哭泣，随后才以那怯懦以及颤抖的声音对柳至尊说道：“柳师兄，我看楚风年龄小，一个人在外不容易，便在做好晚膳之后，请他一同用膳。谁曾想，别看他年龄不大，却是一个色胆包天的无耻之徒，竟趁我不备，在酒中下毒，待我功力尽失之后，对我欲行不轨，想要强暴于我。若不是我修炼的玄功浑厚，使得我还能上留一丝功力，恐怕今日就要在我自己的帐篷内被这个畜生玷污了。”说到这里，夏乐早已是泣不成声，满脸的泪水，看得人们心生怜悯之情。而在他如此高超的演技之下，周围的人都成功的被他欺骗，一个个怒气腾腾的看着楚风，尤其是那些男子们，眼中杀机毕露，恨不得将楚风千刀万剐，大卸八块。不过对于他人，楚风并不太在意起，他在意的是紫菱，最在意紫菱对他的看法，毕竟还想着要泡这个神体呢。而令楚风无奈的是，紫菱虽然并未表现出他人那种杀气以及愤慨的怒火，但是此刻那张绝美的笑脸也是有些不太自然，似乎是在生气，明显也被那夏乐带动了负面的情绪。楚风，你可真是好样的，年龄不大，心肠却如此阴暗。夏师妹看你可怜，好心请你吃饭，你不但不知感激，反而恩将仇报，这样对待夏师妹，如此年纪已是这般，若是等你长大了，那岂不是要成为第二个色老头？九州大陆的女子将有多少人遭到你的毒手？柳至尊站起身来，
指着楚风愤怒地咆哮道。与此同时，数百名男子齐动，将楚风团团包围，封锁住了楚风的退路，甚至一些人正在向楚风靠近，想对楚风出手。哼，好你个柳至尊，你只是听他一面之词，就断言他所说就是真相，好像你亲眼见到了一样。莫非这场戏就是你所导演的不成？楚风也是不惧不怕，反而斥责起柳至尊。放屁！听得此话，柳至尊神情一变，随后说道：“你的所作所为，很多人都看见了，你竟然还敢狡辩！狡辩！我楚风根本无需狡辩，因为我知道狡辩根本就无用。但是柳至尊还有夏兰，你们给我记好了，我楚风不是那么好陷害的，我早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楚风也怒了，看着部队远处的那对狗男女，恶狠狠地呵斥着：“好你个楚风，你还敢恶言威胁，想要报复柳师兄和夏师姐，恐怕你没这个机会了。兄弟们，一起动手，将楚风这个为非作歹的小色魔给绳之于法！”人群之中，突然有人大吼一声，而这一嗓子过后，楚风能够明确地感觉到，自四面八方，一层层磅礴的气息正在向自己围攻而来。哼，落井下石也分人，今日对我出手之人，我楚风皆记在心间。咱们这笔恩怨，来日我楚风必报。楚风身形一纵，脚下光芒一闪，便如离弦之箭一般，腾空而起，向那夜空飞射而去。怎么可能？这小子竟然会飞！见楚风竟然腾空而起，所有人都不由大吃一惊。毕竟御空而行，可不是玄武境的强者能够做到的事。但楚风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全做到了，这让他们如何不吃惊？不过是掌握一种特殊的武技罢了。大家放心，这里早就布置了防御大阵，不仅防外，还可防内。楚风他今日插翅难逃。不过对于楚风的飞天逃跑，那柳至尊却是不屑的冷哼一声，意念转动，一层无形的结界大阵便浮现而出，笼罩了这片山林，这方天地。这柳至尊竟然也是一位界灵师，并且还掌握着灰色结界之力，在布置结界的时候，布置了结界大阵，成为了这大阵开启的掌管人。然而面对那已经遮挡天空的结界大阵，楚风却是冷哼一声，意念转动，灰色结界之力覆盖自己的身体，竟形成了一把钥匙的模样，对着上方结界大阵的一个点直冲而去。只听轰的一声，那结界大阵竟然被毁。楚风已是穿越而过，向远处天际逃遁而去。可恶，这小子竟然在结界大阵布置了漏洞，他这是蓄谋已久，见自己开启的结界大阵竟然被楚风轻易破解。柳至尊气得不轻，他非常后悔，后悔不该让楚风参加布置结界，不然也不会让楚风在结界大阵中留了一手。此刻安然逃脱，放心，不过是一个区玄武三重的小鬼，岂能从我等手中逃脱？这小鬼就交给我们了。不过就在楚风破开结界大阵的同时，人群之中却有3道身影腾空而起，以比楚风还快的速度向楚风追赶而去。而这3人并非他人，正是早就对楚风心怀不满，甚至恨之入骨的宋清风、白云飞、柳至尊3人。在见到这3位出手后，很多人都不由松了一口气。这3位天才虽然品行不端，但毕竟都是天武境的高手，他们既然出手，哪怕楚风的手段再逆天，也定然是要被捉的。此刻楚风脚踩御空术，御空而行，可是还未逃离多远，便感觉身后3股磅礴的气息追随而来。回头观望，后面的天际有着3股恐怖的气焰涌动，这3股气息之强大，连那片天空都扭曲了。夜空之下，那涌动的气焰根本不像是气焰，而像是3张恐怖的脸孔。而之所以会这样，那是因为散发它的主人满身杀意。而随着3股恐怖气焰的靠近，楚风看清了他们的面容，正是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3人。宋清风、白云飞、刘逍遥，你们3个是柳至尊的狗腿子不成？他都不来追我，你们跟过来干屁？你们可真是兵器谱排行榜第1位，够贱！楚风回头大声咒骂：“臭小子，你继续骂，再骂大声点，等一下就让你知道骂我们的后果。”宋清风3人早就看楚风不顺眼了，眼下竟有机会可以光明正大的对付楚风，他们怎么肯放过？3个杂碎，真以为就凭你们3个那小短腿就能追上爷爷我？我知道你们3个暗恋紫菱，但是爷爷我就告诉你们，紫菱早晚是我的，你们3个想都别想！来追，继续追，来追你爷爷！今日你们要是能追上我，我算你们厉害；要是追不上我，你们就后悔去吧。别说是你们3个，你们身后所在的势力，也将为你们3个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等着爷爷我日后去你们的元虎神门、白藏教还有逍遥谷一一拜访吧。楚风说完这句话，体内的玄力便突然开始变化，随后大片的绿色气体自其体内涌动而出，化作一条青龙的模样，凝聚在了楚风的胯下。小崽子，你好大的口气！我现在就去撕烂你这张嘴！宋清风实在忍受不了了，脚下步伐变化，速度顿时提升了许多。他是施展了一种特殊的身法武技。与此同时，白羽飞与刘逍遥也同样各自施展出各自擅长的身法武技，向楚风急速逼去。哼，3个废物，枉你们是天武境，连只是玄武3重的爷爷都抓不住，你们真是白修武这么多年，浪费了无数资源。看你们一个个的都奔30岁的人了，竟连我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都抓不到，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吧？算了，你爷爷我时间紧迫，没时间哄你们玩，你们自己慢慢溜达吧。天武境这种境界放在你们身上，真是浪费。楚风对着3人一通臭骂，直到3人快要接近之后，才催动胯下的青龙，向远处的天际飞掠而去。小崽子，我不但要撕烂你的嘴，还要割烂你的舌头，把你大卸8块，再碎尸万段。宋清风被气得咬牙切齿，大手一抓，一股天力凝聚的巨手便向楚风拍了过去。按照他的估计，这个距离之下，他的这一招天力化手绝对能将楚风抓住。可是他万万也想不到，
只见楚风那胯下的青色物体，身体一晃，尾巴一扭，竟一溜烟的跑出数千米，将他们远远的甩在身后。眨眼的功夫，便钻入下方的山林，不见了。亲眼见者楚风以闪电般的速度消失不见。宋清风三人同时止住了步伐，他们三位踏空而立，神色怪异，彼此对视，大眼瞪小眼了好一会，才同时说道：“这小子怎么会那么快？”在宋清风三人追逐楚风的同时，夏乐也在众人的陪伴下返回了自己的帐篷之中。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几位美女决定今夜陪他一起休息。可在先前楚风被冤枉的地方，人们还聚集在此处，仍对楚风的事情津津乐道。尤其是那些之前对楚风嫉妒不已的男子们，大骂楚风是畜生、猪狗不如，总之各种难听的词语都被他们甩在了楚风的身上。这群无知的人竟想凭借这种方法来博得美女们的欣赏。紫菱师妹，我之前就觉得那楚风品行不端，想不到他还真是这种人。还好他耐力不够，原形毕露。如若不然，我至尊山庄真的有姑娘许配给他，那简直就腥风鱼。是我至尊山庄将一位好女孩推入了火坑。柳至尊走到紫菱身旁，一脸的关心。而听得此话，紫菱的眼眸之色一闪，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不过他也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甜美一笑，对柳至尊说道：“还好有柳师兄在，不然在这样的地方历练，还真会让人没有安全感。紫菱师妹，你若是害怕的话，我可以在你旁边安扎帐篷，有我在你旁边，莫说是楚风这样的败类，就算是妖兽，我也绝让他有来无回。”看着那小鸟依人的紫菱，柳至尊顿时大喜，拍着胸脯保证起来：“柳师兄的好意，紫菱心领了。只是男女分开休息，这是你定下的规矩。你身为此次历练的领导者，总不能自己破坏了自己的规矩吧？”紫菱嫣然一笑，迷人万千，动人心弦。这听得紫菱这样一说，柳至尊顿时满面的惆怅，恨不得狠狠地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后悔自己立下了这样的规矩。实际上，先前他之所以立下这个规矩，那是为了防止紫菱让楚风留在身边，便宜了楚风。但他万万也想不到，自己定下的规矩竟然给自己坑了。于是他赶忙灵机一转，笑着说道：“今日是大家近距离相处的第一日，毕竟还不熟，睡在一处总会有些不同。到了明日，大家熟悉了，就可以在一起安营扎寨了。毕竟大家聚集的近一些，有什么突发情况也好应付一些。全听柳师兄安排。”紫菱脸上始终挂着甜美的笑容，显得异常的乖巧。随后又说道：“柳师兄，紫菱略有困意，先回去休息了。柳师兄也早些休息吧。”“好，师妹放心，就算我不在你身边，也可保证你不受人骚扰。”柳至尊满面的殷勤，一双色眯眯的眼睛一直盯着紫菱，直到紫菱走进自己的帐篷后，他才得意一笑：“这样的尤物，只有我柳至尊才配得上，其他男子休想靠近于他，谁敢靠近，我就弄死谁。”